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本期我们聊聊中国政治。习李不和内也早不是传闻，最早从2015年股灾时就有，在今年尤其频繁，甚至是公开化。李克强在公开场合的种种表态，即使你不熟悉中国政治，仅仅从普通公司内部的角度，都不觉得是二把手对一把手应该有的反应。习李矛盾意味着什么？李克强是否真能闹出幺蛾子？我们今天会一一解答。都说魔鬼在细节里，我们就先来简单的回顾下近期李克强的言行。李克强作为总理被架空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，重大经济事务均为习的高中同学副总理刘鹤主管。在过去2年的中美贸易谈判，也不见李克强的身影，这说明全局一直是习在发号施令。在今年年初疫情期间，习自己不肯前往武汉，于是李终于被派上了前线，接过了脏活。而习在后方号称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，直到很久之后才前往武汉，还只是以视频的形式探望一线工作者。我们知道，官方一直以来呢，都在宣传2020年全面小康的口号，而这被塑造为习近平的功绩。没想到李克强却在5月两会闭幕的记者发布会上即兴发挥，称中国有6亿人收入只有1000。此话一出，令舆论大化并广为传播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这无疑是给全民小康的主旋律横切一刀。后来李克强号召全民摆地摊，意在增加就业，促进需求。他称西部某个城市一夜之间就创造出10万个就业岗位。然而地摊经济呢是昙花一现，不到10天就被叫停。很多小商贩刚把家伙和货品备齐，就被迫作废。而能阻止地摊经济的显然只有一人，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。7月6日，李克强在贵州铜仁视察时，看见很多闲置厂房，他呼吁多雇佣一些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。李的讲话揭示出当地不少生产线处于停顿状态，这又和当局宣传的高复工率形成矛盾。要知道，官方讲话互相顺应是党内的规矩。在7月15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，李克强讲话中提及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做什么事情要尽力而为。有分析指出，这是在暗讽习近平对外援助大手大脚。根据一些媒体统计，习在任期间对外援助或贷款超过4000亿美元，这接近可支配外储的一半。比如2018年中非峰会上，习宣布免除非洲部分穷国的债务，并追加60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。习的目的是想扩大自身的影响力，但李克强认为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，需要以投资本国为主。在6天后的7月21日，习近平召开北京企业家座谈会，汪洋和韩正出席，但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克强没有出席。习在座谈会上提出，中国经济要形成国内大循环，结合国际的双循环，并继续要企业家更爱国。而此前李克强就有相反的论调，他说关起门来搞发展是行不通的，开放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，否则就会窒息。有消息称，习在党内会议上一再要李克强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如果这些都没什么，7月31日发生的事就更明显。人民大会堂举行北斗3号的开通仪式，常委们全都出席，其中副总理刘鹤担任主持人。当留念完3个称号以及习近平的名字后，掌声响起，留给足了让习起身回礼的时间，过程将近14秒。紧接着留念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时，李克强也跟着习站起来向后弯腰，身后也响起掌声。可没想到刘鹤明明看到李站起来，却1秒钟也没给他留，立马就接着念韩正的名字。半拉子掌声和表情麻木的李克强让场面有点尴尬。这种容易让外界猜测的视频，央视却一刀未剪直接播出，揭示出习李矛盾的公开化。在8月上旬的10多天内，是传说中1年1度的北戴河会议。北戴河会议也是党内退休元老们交换证件的场合，虽然是度假形式，但号称是中国第一高级别的会议，远超花瓶人大政协。8月20日会议结束后，李克强飞到重庆后转乘火车、汽车，辗转来到洪水灾情严重的潼南区双坝村。照片显示里满脚泥泞。而同一时间，习近平来到洪水已退去的安徽视察，脚上则干干净净。官方照片和李克强形成对比。这次是他本年洪水后的第一次视察，结果被眼尖的网友发现面前抱孩子的妇女，竟疑似县公安局的治安副大队长。
神奇的是，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3大官媒在3天后才对李克强的视察做出报道。在这次的重庆视察期间，一段李克强在磁器口的视频流传网络。视频中他自掏腰包购买麻花，还不肯多要老板的赠品。视频中众人高喊总理好，也和习的保镖群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视频似乎在透露李克强在民间更受到拥护。网上还有对比习李的视频点赞数，李是习的近100倍。然后是仅在几天后的8月25日，国务院下属的中国政府网连续发布5篇图文并茂的报道。在其中的一段视频中，李克强视察被淹坏的玉米田时说，你看里面都烂了，意图展示被洪水泡烂的玉米。但里面都烂了不禁让人做出联想。从上面一系列事情中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习李呢虽然没有公开决裂，但已经相当明显的不和。其实他们的不和已经多年，而且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毕竟两人刚开始属于党政分工，不分上下，但李很快就被雪藏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李克强为什么今年表现的尤其明显？我们都知道李的总理任期不到2年即将结束，他完全可以坐等退休。这里面呢有几个层面值得分析。首先来看看历史背景。中国的政治体制在邓之后吸取教训，采取了党政分开的模式，也就是总书记就好好管理党务，不要插手国家治理。因为权责不清的结果就是谁都可以插手，谁也说不清谁该负责，结果往往难以预料，造成不可预知的混乱。在赵紫阳之后的总理如李鹏、朱镕基、温家宝都是主掌大权，而习李是派系妥协的产物。在薄熙来政变失败后，江势力主要推习，而共青团势力主要推李。考虑到习的博士是马列，而李的博士是经济，所以让李当总理。刚开始2年呢还算平稳，他们都不希望像胡这样被垂帘听政，于是习借打虎之机清除江西势力，尤其是军方。胡时期的军方关键人物基本上被清理得一干二净，当然这些人主要都是江的人。而李克强呢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番。面对越来越高的债务率，李提出不能大水漫灌，并提出克强经济学。这里顺便提下，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出让更多的领域给民间，精简政府机构，释放市场活力以及扩大内需，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场，而不是继续沿用货币刺激经济的老路。这个思路呢在长远看没错。李同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，而习在掌握绝对军权之后，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国务院主管的领域。在2015年股灾后没多久，习成立多个小组，如全面深化改革小组、财经领导小组、网络信息安全小组等等。这实际上是另外成立一套和国务院各部门功能重叠的架构，绕开李克强直接领导国务院各部门，号称小组治国。李克强开始被架空。作为一尊，习只信任自己人，政治上他信赖的是习家军、如栗战书、陈敏尔等人，而在经济上的他依靠的是老同学刘鹤。刘是人大经济学本科，根据网上可以查到的他的文章，感觉他还是一个偏向市场的人。刘鹤也牵头想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，但是习是文革出身，博士学的是马列的一套，于是后来几年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和市场矛盾的信号，如国进民退、私企成立党支部等等。此时李克强呢基本上处于被雪藏的状态，除了每年2会出来读一下政府报告，偶尔出访一下友邦，在经济议题上呢基本上没有他的声音。所以这些年李克强很不爽。其实党内高层看着习的种种作为，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一言堂，一人控制全党和全国，没几个会爽。然而熟悉党史的人都会知道，党内掌握最高实权的人一定是掌握军权的人。早年邓小平只挂名国家副主席，但因为其掌握军权，可以直接废掉总书记胡耀邦以及总理赵紫阳。后来的江也是牢牢抓住军权，并在军中大量安插江西人马。所以呢，在习牢牢掌握军权的今天，党内就算有不满的，也最多像任志强写篇文章立马被抓，或者像蔡霞那样跑到海外才敢吐露心声。而李克强也不例外，他根本翻不了盘，他也没这个魄力和实力翻盘。习不仅掌握了军队，还掌握了武警，包括媒体和社会的各个角落。党内的政治斗争历来残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从早年的彭德怀、刘少奇、林彪，到华国锋、陈锡同、薄熙来，只要参与了斗争，失败者没有善终。
这些李克强不可能不知道。而面对洗交出的惨淡的内政外交的答卷，就算是北戴河的元老们力挺李克强，也完全没有用。当年彭德怀敢骂娘，邓小平会三起三落，那是因为他们参与打下了江山，和毛在合法性上不分上下。而在70年后的今天，不经选举的元老们也知道，一代代传下去的合法性越来越弱，所以更没底气挑战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用大白话说，他们就算站出来，也不会得到民意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党内像当年周刘陈林邓这样的拥有威望者早已不在，老百姓会在心里觉得，凭啥是你们这帮酒囊饭袋永远坐庄？邓当年希望通过集体领导和党内老同志的制约，比如当年的中顾委以及军方人大，会对一把手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制约。而胡锦涛力推的党内民主，也是希望形成一定的制约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普通人看不懂状况，党内忧患意识者即使抵触民主，但也都意识到权力制约的重要性。权力制约用大白话来说很简单，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得按规章制度走，没有人胡来，敢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利益生死，并迫使其尊重民意。用党媒的话说，科学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保证，绝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。要加强党内监督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，推进权力公开化和规范化，真正做到人民监督权力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各级政府皆应如此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权力的有序交接。在以往的每一届党内权力交接期，都是一场腥风血雨，包括毛死后的怀仁堂政变、胡耀邦赵紫阳被软性政变，这些往往会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混乱。邓为了防止后人状况重演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也就是隔代指定接班人。于是邓在生前指定了胡锦涛，并由杨家将、张爱萍等人监国。结果呢，也如了邓的心愿，将被迫平和的交权胡温。而胡温也有样学样，隔代指定了胡春华、孙政才。但是这毕竟仍是人治，过几年新掌权的怎么会理睬死了10几年的人定下的规矩？于是胡温末期再现薄熙来政变的血雨腥风，以至于温家宝被迫痛斥，如果没有政改，改革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。没错，温家宝清楚地知道，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一系列制度的建立，如在经济方面保护私有财产，各种商业法规和金融制度纷纷建立。我也是制度学说的拥护者。至于制度是什么，这和公司的规章制度也一样，你比较下东北和深圳的官僚制度也能明白。而在政治上虽仍是一党，但在邓小平的余威下，你很难说中规中矩的胡温和克林顿在权力运作上有很大区别。除了不能谈论政治，胡温基本上不去干涉和破坏经济制度和市场的运行，民间尚可监督，对官僚也形成某些制约。胡温时的经济增速连续高达2位数，这倒不是去吹捧江湖时期，相反我还认为他们停止改革问题很大。而习对制度的破坏和毫无制约会后患无穷，尤其是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历史上的教训比比皆是。至于李克强本人的这些牢骚，刚才也说过，不可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李克强在2年后即将结束任期，平安地进入退休期，对他来说利大于弊。而李克强之所以这么做，除了在多事之秋发泄憋了8年的怨气外，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。虽然他不敢像任志强那样大骂小丑皇帝，但也不甘心做闭嘴的奴才，何况他还是本该日理万机的总理。李克强出身共青团，这样的上升渠道比起从官场上一步步爬上来，会多一点理想主义。虽然媳妇是元老级人物，但比起媳妇的良好口碑，李也可能看不起和父截然不同的儿子，也不会觉得他有更多的合法性。李克强自身较为清廉，妻子在大学教书，也不担心其通过经济问题治他的罪。接下来呢，会发生什么，我们还得耐心的看，时间还很长。以上就是对习李最近矛盾的看法，属于闲聊，感谢大家收听收看，谢谢大家。